三清在上，保佑吾儿行舟平安凯旋，少造杀业。若能平安回到真州，信善愿日夜焚香祷祝，孝奉大道。哎呀，罪过罪过！哎呀，罪过罪过！向母亲问安。明日就要出征了，就别在这儿耽搁了，多去陪陪他吧。儿子的心中实在是放不下母亲，所以这不是过来请安了吗？你过去可从不对我说如此的话，可是他教你的。当然不是。儿子心中有愧，平日里无暇陪伴母亲，在北周的时候又错过了母亲的生辰。好不容易镇南侯府要做寿游园，儿子又有军务在身，没有办法陪母亲一同前往。你若真有这份心，倒也罢了。最近又是问安又是端水，比垂腿的总角小童还要乖巧，你就不怕为娘把喝进去的茶给吐出来吗？那不能。你就这么不放心这个柳绵堂？他若懂规矩，做母亲的自然是疼他这个儿媳的。那母亲能不能再多疼爱一点？你说什么？那我说了，母亲能不能再多疼爱一点？你休要打这个主意，这可是我们崔府的传家宝。那这不也是给历代王妃的传家宝吗？我跟他都已经签过婚书了。等他过了6礼，我自然会给他的。哎呦，母亲，多说无益。当初你祖母也是等我进了青庐之后，才将这些信物交转给我的。为娘可是伯爵府的嫡长女，她不过就是一个县主，怎能逾越？那既然这样的话，儿子就只能多滞留几日了，把堂给拜了。你说什么？那母亲要遵循老祖宗定下的规矩啊，儿子理解的，不能怪母亲。要怪就只能怪儿子疑心病重，非要把这个信物给了他之后，才能放心的出征嘛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就只能落得一个抗旨、延误军情的罪名，那我就担着吧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去传军令，延后出发。不许去！我给他就是了。儿子，多谢母亲。也要谢过三清真人，成人之美。母亲，儿子此番定平安凯旋。
必然会留在这里，替你守住真州。我知道远近6州，到处都是我皇妃镖局的耳目，所有的事情都逃不过你的眼睛。夫君谬赞。但是，田路再广，太妃，跪下。你也不问问，我为何罚你跪祠堂？您是绵堂未来的母亲，母亲教训规矩，天经地义，绵堂心悦诚服。今后你就是王府的人了，要记得我今日说的话。这是我淮阳王府的传世之宝，历代王妃都曾戴过它，多少名门闺秀都对它求而不得。今日我把它传给你。母亲，哎呀，叫太早了。多谢太妃。你既要嫁入崔府，也该开开眼界，打开看看吧。嗯。可不要过于惊讶。怎样？这钗子看着很古朴，到底是年岁深远的东西。你呀，还是眼界太浅。莫要，关门，熄灯。是。这下明白什么叫传世之宝了吧？夜明珠钗，老身也没想到，太妃竟然这么痛快的就给了。我就说今日得去吧，
你还偏要徐徐图之，你图什么呀？不，定是表哥逼着姨母给他的。这差子连我平日都见不着，真是便宜了那个小贱人。难道真的是我痴心妄想吗？秉兰，这原本都属于你的。我辛辛苦苦把你培育成人，带你看的每一本书，教你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是按照王妃的规矩。凭什么突然来了这样一个外室，夺走了你的前程？可眼下大局已定，我又能如何呀？国丈不是要说战策吗？怎么带过来这种地方？臣听皇后所言，东周鲁王叛乱，令陛下食不下咽。臣作为国丈，也甚是心疼，因此，国丈要带孤散心？不，臣岂敢浪费陛下的光阴呐？哎，这哪来的琴声啊？这丫头，哎呀，陛下息怒啊！这是我第4女雪露，惊扰陛下了啊！惊扰陛下了。哎，都仔细点啊，抬高点。启禀皇后娘娘，东西都搬进来了。雪露参见皇后娘娘。你是懂吃的，过去家里做的鹿鸣饼分不到你院里，你若想念这味道，四姐今后时常做给你吃。四姐打算在宫中陪我多久，我好来安排。我只知道今日陛下和爹爹都很高兴，我说思念妹妹，想逛一逛御花园和宝骏园，陛下就答应了，没许期限。爹爹说了，即使陪自家妹子多久都可以。其实也未必非要出去。从前这崇华宫很僻静吧？有我帮你，陛下要来得勤了，也能热闹些。如何？的确是难得一见的佳品，就是沾染了些药味。药味？若我没猜错的话，你此时风尘仆仆地赶回来，是为了带你的新词去参加此次的御贡遴选吧？今年不同往年，改天换地了，灵泉镇的词商们都在加急筹备着。与他们相争，非我本意。我参加遴选，只是想得到我父亲的重视，能让他老人家打心底里认可我，这一切便值了。若我说，贺家此次必输呢？我深知陛下不喜灵泉青瓷的精致繁复，御贡品类的更迭是迟早的事。何况今年户部的官员已亲至灵泉镇，其意不言而喻。若灵泉青瓷失了御贡资格，那贺家身为皇商的数代基业也会因此动摇。还好，我真迹有可供参选的黑台青瓷，
这些都是你辛苦打拼得来的，拱手相让，舍得吗？我终归姓贺，总不能赶在家族遇困、商会受创的紧要关头上，和他们相争吧。你愿不计前嫌地帮衬你父兄，这般重情重义，我这个外人都会被打动。但你的父兄可会成情，记着你的好。他们从前把你的付出看作理所应当，欺你身为女子不予重视。若此番能够有所改变，倒也不失为一桩好事。可若你的父兄仍不思悔改，乃至变本加厉，我希望那时你多为自己想想。身为女子，无论何时，自己所拥有的，方是安身立命之本。江大人啊，此番你代表户部前来遴选御贡，路途遥遥，实在是辛苦啊！在下敬你一杯，来，敬江大人。我们敬江大人，江大人。贺公，来，我知你要问什么，只是，我也很为你们灵泉青瓷可惜啊。今年的御贡遴选，只怕是要无望了。哎呀，这选不上御贡，今后这买卖难做了呀。是啊，江大人，这是何意啊？我们贺家向来都是御贡首选呢。是啊，今时不同往日，当今陛下重简，不喜精致青瓷，更是对奢靡华美之风深恶痛绝。宫里用的那些都收起来了。这不能够啊！是那陛下他到底是偏爱偏爱古朴沉静之物。只是这宫廷中所用的器物，又不能失了典雅端方之韵味。什么算是？我也很是为难啊！今年的瓷器遴选，只怕是要踩空了。不仅是你们灵窑，其他几个产地只怕也是无望了。哎呀，是啊，如何是好啊？这以后就麻烦了。江大人好久不见，小女贺真向您问安。贺家三娘子安。真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这个丫头，你！我从窑上回来的，新窑的黑胎青瓷烧制成了，就紧赶慢赶回镇上给江大人过目。黑胎青瓷。好啊，真是极好啊！极好啊！这样就忘了，没错。侯爷，侯爷，您终于回府上了。本侯刚回郑州，还要见母亲，不见客。哎，侯爷，您不会还在生气吧？为何生气啊？我那不争气的妹妹，那逃婚的贺真啊，跟个没事人一样，就这么回来了。她太不像话了。她回来了？在哪儿？就在家中。她逃婚都是她一个人的主意，这回她回来了，可得好好治她的罪。带路。哎。徽釉色泽温润，有浑厚古拙之美。这每件器具足以代表我贺家的水准。真儿，父亲，父亲就原谅你这次不辞而别。你不辞而别事儿小，
可赶逃侯爷的婚事，看侯爷怎么容你。侯爷，侯爷。你兄长在我侯府门前乱叫，我是不得已才来的。你不会怪我吧？贺公，令郎口中的婚约，当初是怎样一桩赖事，您心里应该清楚吧？贺娘子清白如许，她的为人跟她做的瓷器一样，至善至真。不妨告诉你们二人，这些瓷器里就有本侯亲自拉的批。贺娘子是我的掌柜，我见过贺娘子对瓷器的精诚，本侯敬重她。再反观你们贺家，一边拿着人家的瓷器参选御贡，一边还轻视人家，还拿婚约当作拿捏人长短的筹码。你们贺家对不住贺真。哎呦，哎，爹，英七娃，你的伙计不光能干活，还能护主。你想什么呢？这些瓷器里可没有你拉坯的。那没有功劳，我也有苦劳啊！我还一直陪着你呢。若你父兄还有生事，我就明日还来，再摆他们一道。侯爷，快回去吧，不送了。好。全儿，母亲，我正要去找。哎，你这混小子，去北周是别人告诉我的，回郑州你就来临泉镇。哎呀，还有人呢，还有人呢。哦，这位是？见过太夫人。小女贺真是新月令郎之人。什么意思？你应该明白吧？太夫人误会了，您放心，我和侯爷还没到那一步。那就赶紧走到那一步，别踌躇不决的了。这银钱你拿着置办嫁妆，不够了再管我要。可是我之前落了您和侯府的面子。唉，贺府的事儿，还有你这几年的经历，全儿都跟我说了。这么好的小娘子，怎可在家中受委屈呢？要我说，这婚逃得好。还有啊，那御贡遴选之事，若有什么需要帮忙之处，尽管与我讲，侯府替你出头。太夫人的心意，真儿感激不尽。只是，女子立于世，不能总仰望他人庇庇，还得学会自己处理。好孩子，便依你之言。
母亲说了，待遴选事毕，就上你们家去提亲。我答应了吗？你必须答应，不然明日你就学淮阳王出门打仗去，休息是吧？啊？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？你就想背上行囊走出宅子，待定我了呗？没给你工钱，因此你想让我以身相许？这我倒没想过。你这个主意好。不愧是我掌柜的啊，妙。